中国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与美国展开决战呢？长期以来，这一直都是困扰着美国学者们的一道难题。尽管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几乎使尽了浑身解数，但结果却好似全部打在了棉花上一样，始终都没有什么效果。显然，美国完全猜不透中国的路数。于是，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况，这2年来，美国便开始动用所有资源，希望通过发动举国上下的智慧来共商对策。而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大西洋理事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思路：中国正在下一盘无与伦比的大棋。那么问题来了，大西洋理事会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这种说法又究竟有没有道理可言？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答案我们还要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构思上开始说起。中国正在全球棋盘上不断落子，以此来包围美国，从而夺回中央王国的地位，并将衰落的大国扫向边缘。2021年12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一篇名为《抓住优势：美国下一个国防战略愿景》的报告一经问世，便引发轰动。而顾名思义，这篇报告就是该机构基于美国国防战略对美国政府递出的一份建议书。虽然表面上文章的标题中并没有提及中国，但是如果展开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文章的字里行间中都离不开中国二字。由此可见，至少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视角当中，中国就是美国的头号大敌。为什么大西洋理事会会对中国如此警惕呢？对此，大西洋理事会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概念进行类比，那就是下围棋。大西洋理事会认为，在如今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往往会采取许多可能的行动与策略，以此达到在定位上超越并包围对手的目标，呈现各种既成事实来进行有限战斗，或是对手投降认输。这一获胜方法好巧不巧跟围棋规则不谋而合。所以，当中国在世界各地展开多渠道的正常合作的时候，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中国在下围棋，以图包围并战胜他们。为了印证自己的说辞大西洋理事会还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的竞争策略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表示尽管中国并未与美国在明面上开战，但在灰色地带当中，双方却早已展开交锋。首先是军事方面，大西洋理事会坦然承认，如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尤其在海洋之上，中国正在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他们也极具污蔑性地说道，这毫无疑问将对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威胁。其次是外交方面，伴随着中国倡议的推进，中国推出的各种合作方案正在瓦解美国的盟友体系。在大西洋理事会看来一旦放任中国随意地抛出胡萝卜，那么其结果必然会是美国被迫边缘化。最后则是中国在舆论与科技上展开的进攻。大西洋理事会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现在的美国在面对中国时甚至只存在一些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在工业知识产权上，大西洋理事会污指中国盗窃，并宣称中国正在伤害着美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进而严重影响美国未来的创新能力。此外，大西洋理事会还宣称中国在舆论上大下功夫，误导了美国的青年。总而言之，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口中，中国的行动虽然没有枪炮的火花产生，但其威力却一点也不小。它们结合在一起，便是中国对美国的竞争策略，帮助中国瓦解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但是，事实真的就像美国所讲的一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前不久，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围攻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强行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对旗下的海外短视频应用 TikTok 进行剥离。毫无疑问，这就是对美国曾经无比骄傲的自由言论的一场赤裸裸讽刺。事实上，自从去年10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的舆论控制就一直朝着失控的方向一泻千里。美国人民不再满足于媒体虚假的报道，纷纷要求看见事件背后的真相。毕竟，与过去转播式容易被有心人士更改的媒体报道相比，受害者亲自现身说法显然更具说服力。而这也就是美国为何会不惜撕破脸皮也要向 TikTok 动刀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在舆论场上造假？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实际上，不只是舆论造假，如果细究下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其他观点也同样站不住脚。众所周知，中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却频繁在国际上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合理的军事发展妖魔化，称之为中国侵略野心的证据。全然不顾在过去的数十年历史当中，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路线，从未主动与任何国家产生任何纠纷，
反倒是一直口口声声爱好和平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屡屡犯下滔天罪行，如今更是在军费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仍然年年上调预算。试问，到底谁才是地区与全球的威胁？至于外交上的合作，美国更是赤裸裸的污蔑。就拿美国一直关注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来说，中国的目标一直都十分明确，即希望将自己的发展惠及世界，给那些落后的国家带来机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理念，自然而然能够吸引来数不清的朋友。显然，这对于依靠着殖民与霸权主义崛起的美国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不断质疑中国别有用心。或许这就叫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公元16世纪，通过对新大陆的征服以及残忍的黑奴贸易，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同崛起，成为了当时的世界霸主。来到18世纪，殖民主义风起云涌，依靠着对印度、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的强取豪夺，英国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再往后，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以中东世界的一片狼藉换取了自己的全球霸权。这是过去西方大国们的崛起之路。显然，在光鲜亮丽的盛景之下，是无数的血腥与暴力。因此，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很多西方国家不免开始以己夺人。但事实证明，中国的崛起是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中国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世界承诺，不管中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也不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更不会像过去的大国一样谋求称霸。换而言之，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是一条能够惠及全世界的道路，而非以将功成万骨枯。就拿核力量来说，众所周知，在如今的世界上，核武器就是悬挂在所有国家头上的一柄达摩利斯之剑。如果中国要拿核武器来耀武扬威，那么想必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招惹中国。但是中国却旗帜鲜明地表示，永远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几乎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大国最高限度的让步。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来讲，不管棋子落在哪里，我们想的从来不是去针对谁，而是想要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崛起的宏图。美国实在不要太过自作多情啊！事实上，与所谓有威胁的中国相比，美国才是真正有野心的那一个。就拿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份报告来说，其中除了谈及中国，还将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等一系列国家列为了自己的对手，并且制定了极为详细的作战策略。甚至大西洋理事会还毫不避讳地表示，美国政府应该用尽一切办法，迫使这些国家回到正确的国际秩序上来。可是，什么是正常的国际秩序呢？在大西洋理事会看来，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听从美国的指挥，放弃东海和南海的主权，更不要尝试收复台湾。很显然，这一切完全是在痴人说梦啊！如果美国真的想要这样的成功，中国必将奉陪到底。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这是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然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 30%， 这比例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 3.1%， 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 0.4%， 苏联是 1.8%。 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 4.6%， 每年得有大约 16.2 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
92.7% 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 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 19.3%， 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 30% 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 87% 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 5.8 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 120%。 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得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 2.5 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 43% 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 40% 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其中 90% 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 37% 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 KN25 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 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记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
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举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的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属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